4年的时间亏掉了200多万，就是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别墅区啊，可以说是目前来看，在北京的一个圈内最具有性价比的别墅区之一了。如今家家都是赔掉200多万。从这个别墅的外观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地上3层的，而且呢是带着一个特别大的院子啊。这个别墅是非常有亮点的。现在呢，我们来带着大家仔细的看一下。这块呢是他的别墅一个进家的位置啊，从这里呢是直接把车可以放在这里的，而且整个院子大家看一下都是他自己家里边，很大个，足足呢差不多有个170多平。然后现在呢，我带着大家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去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一块呢是别墅的这个入户的空间，然后直接呢就可以进到这个大别墅里边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别墅基本上都已经装修完了，这种红木的家具还在这儿摆着，客厅呢也是非常的大。来到前面可以看到这个前花园里边也是特别大啊。北向这里呢，它的这个餐厅和这个厨房的空间，厨房这里呢也都设备设施做好。现在呢，我带着大家往里走一下，来看一下1层的这个里侧的空间。这块呢是它一个上2层的这个楼梯的空间，在楼梯旁边呢拐角处有这么一个洗衣间。那转过来，在南向这边呢是一个1层的长辈房。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主人呢是把这一块设置成了一个儿童房，放了一个儿童床，可能让老人在这里看孩子。那转过来，在这个房间旁边呢设置的是一个卫生间。那现在呢，我带着大家一块上到这个2层上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房子是3层的，可能会占用大家时间多一点，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很多人呢都是喜欢这种田园生活、田园梦。那上到2层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2层这里楼梯正对的这个空间呢，它就是一间卧室。这间卧室跟刚才的客房基本上是一样的一个格局。然后转出来的旁边这一块呢，是它的2层的这么一个自己用的卫生间。那转过来再往里边走呢，就可以进到一个独享的大空间里边。这块呢是一个大客房的位置，这个地方还带着一个露台，大家可以看到是可以出去的。那这个房间里边，它是一个整体的套间风格。这块呢是它的一个衣帽间的布局，两侧这里呢是可以做一些衣柜来平时放置衣服的。那继续往里边走呢，有一个超大的卫生间，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卫生间是非常大的，用起来非常享受的那种。那转出来之后呢，从另外的一个门就可以通向外边了。从这个位置呢，我们现在上到3楼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房子的3楼一般给主人设计的私密空间是个什么样子。3楼上来之后呢，正对的这块就是我们刚才从外观上看上去的那个大露台，直接就可以出去。大家可以看到啊，非常大，而且都是一个整个面宽连通的。那转过来之后呢，往里一点呢，这块是它的私密的一个过道了，在这块是可以留一个空间，打造一个小衣柜的，将来可以挂一些衣服。那转过来，在外侧这一块呢，是它的一个房间的卫生间。转进来之后呢，这块就是它的主卧的房间了。房间里边的空间，我感觉没有2楼那个住着舒服啊。但是在这个空间呢，它是跟外边的露台是连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露台是非常大的，这个角度非常好，看上去。好了，到这里呢，基本上就快结束了。这个房子当时的话，差不多也是快500万了。因为房间面积非常大，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差不多跟房东商量一下是270-280万就可以拿在手里边了。好了，跟着牧羊看好房，我们下期内容再见。一个北京的阿姨膝下无儿无女，跟老伴商量以后呢，把北京一直住的破房子卖了450万，拿着240万在北京边上买了一个大别墅。今天呢，咱们到这儿来看看这边值不值。以后退休呢，或者是度假啥的，来这儿种菜啊、养花也是挺享受的。这个地方正好是跟北京接壤的地方，回京买个药啊、去个医院啥的都挺方便。之前跟阿姨沟通好之后呢，咱们今天是可以进到家里边去看看的，看看阿姨的这个大别墅长啥样。据阿姨说，她的朋友看完之后呢，都跟她买这儿当邻居了。这块呢就是阿姨家的那个大别墅的一个进房间的位置啊。我现在是站到院子里边，直接带着大家进到房间里边来看一下。房间一进来之后呢，这块是一个过道啊，这是一个镂空的状态。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大门是一个双开扇的，比较气派。而且往里走呢，直接就来到了这个入户的玄关位置。这个地方的空间还是独立的，将来也是隐私性非常好。转过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是一个1层的这种大客厅，特别大一个大客厅，把餐厅都融到了一起，这种进来显得还是很辉煌的。在餐厅的旁边那块呢，它是厨房的空间。那出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1层这里，在这边呢是设置了一个1层的卫生间，大家可以看到1层的卫生间也是非常大啊，里面洗衣机都可以放下来。
转过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是一个出后院的这么一个门。这个门我今天没有拿钥匙，所以是出不去的一个状态啊。转过来之后呢，我们现在呢直接上到2层去看一下，这是一个3层的，俗称联排别墅。3层上来之后呢，我们站到楼梯这里可以看一下，遍布了很多个房间。现在上来，我们每个房间都给它探一遍，看看里边的效果是什么样的。上楼梯之后呢，正对的这里呢是一个算是客房吧。阿姨在这里摆了2张床，说是朋友来的比较多，这个地方都是给朋友准备的。那转过来之后呢，在旁边这里呢又是一个小客房啊，还是给朋友睡的。阿姨退休了嘛，没事干，天天就是玩。那转出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再往前走一下，在楼梯的中央这一块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卫生间，大家可以看到啊，里边是洗澡的，外边是洗手的，这个空间足足有15平的大小。那继续再往前走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后边这个位置还设置了一个阳台，阳台这里呢还打了一组柜子。阳台的这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又是一个客房了。哇塞，这个房间还真多呀，光这一层就干了3个卧室。那现在我们直接上到3层来看看阿姨平时住的地方。3层上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一个特别尖的这么一个挑高的顶子啊。从楼梯上来之后呢，直接就来到了阿姨的这个大卧室。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大卧室够多大？这么大个，空荡荡的感觉，里边睡下一张大床是没有问题的。在旁边这里呢，摆了一个这种衣柜。那继续再往里边走呢，是一个超大的卫生间了，双台面的洗手盆。然后转过来之后，这么大的空间，里边还有一个大的干湿分离的浴区，马桶都显得那么小。那这个3层的房间里边呢，它实际上还带着一个这种户外的露台，阿姨呢也是把它给封上，大家来看一下。封上之后，在这一块实际上是可以晾衣服呀，种点花呀什么的，都是比较不错的。好了，到这里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我刚才把阿姨的这个大别墅给她看了一下啊，总体感觉来说呢，像240万能拿下这么一个别墅的情况下，我感觉还是挺合适的。因为在平时日后居住的时候呢，这种3层的别墅绝对能住得下你一家3代人的。好了，跟着牧羊看好房，我们下期内容再见。今天带你们看看北京边上的第1大县城，房价跌入谷底。据听说，听到这个消息后呢，很多准备买房的人对这个地区现在的房价都有了很大的兴趣。现在虽说没有像鹤岗那样成了2、3万，但是那也比之前便宜了几十万呢。毕竟在这里呢，是跟海南和西双版纳一样，都有着一个反差的气候，很适合退休或者是养老人的生活，主要是消费很低。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实地这边看看。为了深入了解呢，我决定实地探访一下这个县城，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眼前的景象确实让我大吃一惊啊！街道两旁的建筑都是很不错的，但整体环境还算整洁。与北京区域的高楼大厦相比，这里的生活节奏明显要慢了很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地方，房价却跌得如此惨烈。据我了解呢，这一地区的房价呢，过去几年里一直是呈现着上涨的趋势，吸引了不少购房者前来投资。然而，随着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政策的不断加强，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放缓，购房需求逐渐减少，房价呢开始逐渐下跌。另外，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就业的单位较少，留不住年轻人，基本上在这生活的都是外地人和北京人在这边养老。赶上楼市的影响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购房者开始持观望态度，进一步加剧了这个地区的房价下跌的趋势。然而，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房价下跌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一方面呢，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到心仪的房子，提高生活品质。另一方面呢，房价下跌也有助于促进当地的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为未来的经济复苏呢奠定基础。总之，北京边上这么大的一个县城，房价跌入谷底的现象，既揭示了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影响，也反映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现实状况。对于北京有需求养老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次很好的入手时机。对于当地居民来说，也正好能买到便宜的房子，生活压力呢也不至于那么大。这或许是一个新的开始，也希望这个地区呢能抓住机遇，实现更好的发展。好了，跟着牧羊看好房，我们下期内容再见。在阳台这里呢，它放了一个这种温泉的池子。今天我找到一个非常适合北京人养老的小城。为啥适合北京人养老呢？因为北京的房价太高了，消费也特别高，
老人们手里边呢也没什么钱，但是在这儿呢，房子才5000多一平，蔬菜几毛钱一斤，生活成本也真的是太低了。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北京边上的一个小县城，县城呢是又与北京接壤，所以呢附近是没有任何工业污染的，生活节奏呢也是特别的慢。当地人呢都是一些朴实的农民，收入呢也是特别的低，他们种的蔬菜和粮食呀也就卖到了几毛钱一斤。今天呢我也是找到一个老人住的比较多的房子啊，现在呢带着咱们大家一块进去看一下。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房子的跟前了，进来看一下，带着大家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敞亮的这么一个大客厅啊。这块呢它融入了一个餐桌的设计，然后在南向这边呢放的是一个客厅，再往前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一个飘窗的效果。那转过来北向这边呢，在入户门的旁边就是我们的这个厨房空间了。这里的厨房呢基本上像这种橱柜都已经给做好了，然后再往前走呢，里边就是一个卧室区。卧室这边呢是南北通透带温泉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北向的一个小卧室。小卧室这里呢不是很大，但是平时孩子睡绝对没有问题。那在南向这边呢，它是一个主卧的房间了。主卧这里呢摆下的是一张大床，1.8米宽的，然后旁边这里呢是卫生间，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干湿分离都给做好了。然后再往南走呢，就是这个房间里边算得上是一个亮点了吧。在阳台这里呢，它放了一个这种温泉的池子，这是直接在家里边装修就已经装修好了，家里边可以泡温泉。这个水呢是那种真正的温泉传递上来的啊，直接温泉入户的。在物价飞涨的时代呢，能找到一个像这种环境又好、消费又低廉的这么一个养老的地方呢，也算得上是一种幸福了啊。好了，跟着牧羊看好房，我们下期内容再见。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起伏，北京这座繁华都市的房价走势一直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这段时间，从每天走访各大小区拍房子来看，北京周边竟有50个小区房价跌入谷底。这究竟是市场调整的必然结果，还是购房者的福音？据了解，这50个小区分布在北京周边各个区域，其中不乏一些曾经炙手可热的高价楼盘。受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小区的房价出现了大幅下跌，为购房者提供了难得的捡楼机会。其中有荣盛、孔雀城、万科、恒大、保利，还包括一些不知名的小开发商。为何这些小区的房价会跌入谷底？一方面，受到国家调控政策的影响，房地产市场逐渐回归理性；另一方面，部分小区地理位置偏远，配套设施不完善，导致购房需求不足。然而，这也为购房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购房机。业内专家表示，虽然这些小区的房价已经跌至谷底，但购房者仍需谨慎选择。在购房前，要充分了解小区的地理位置、配套设施、未来发展规划等因素，避免盲目跟风，理性购房。北京周边50个小区房价跌入谷底，对于购房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购房并非简单的买卖行为，更关乎未来的生活质量。希望广大购房者能够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理性购房，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一个美好的居住环境。抓住机遇，理性购房，让我们共同期待北京楼市的明天更加美好。北京的一个豪横大哥呢不听劝，吃亏呢就吃在不知道自己的房子值多少钱。就是眼前的这个大别墅啊，一个很能体现有钱人气质的别墅区里边，而且呢就在咱们北京的旁边，位置是相当的 nice。598平谈到了600万，他不卖，结果人家客户一拍腿，我不买了。这都啥市场了呀？有人要就赶紧脱手吧。这不今天给大哥打了个电话，说有人500万想要，如果要行的话就过来看看。估计这段时间大哥也是无奈了，说来吧。他的这个别墅啊，还带着一个1亩地的大花园，这要是放在北京城里的话，也不知道好不好找。就算你能找到了，那花的钱可能都海了去了。好了，话不多说，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进到大哥的这个别墅里边去瞧瞧吧。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就是咱们北京大哥的那个大别墅了。光这个大花园的话就1亩多，这只是前边的一部分。现在我们进到这个房间里边去看一下房间的这个格局，因为这个房间是一个毛坯的，看得非常清楚的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毛坯房啊。进来这个头顶上空，它就是一个少空空间，而且跟2楼直接连通了就。这个别墅本身就是2层嘛，哇塞！一进来这个右手边这块实际上是设计成了一个大客厅的这么一个格局了。在咱们一进来的大门左侧这个方位上面呢，它是餐厅的空间。光这种餐厅的面积，大家看看够不够豪横啊？然后餐厅的北向这一块呢，它是一个厨房的空间了。
这个厨房有点寒酸，位置不是特别大，但是应该是在这个房间里面显的吧。厨房出来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餐厅的旁边这一块。在餐厅旁边这个地方呢，它带了一个1层的这么一个长辈房，到时候家里有老人的情况下呢，是可以睡到这个房间里面的。那从这个房间出来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那边是大客厅，刚才看过了，还有一个侧门。大客厅正对的这个地方呢，实际上也有一个房间。那现在我们看完这个1层之后呢，我们现在直接到这个2层上去看一看啊。上来2层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块是正对的这种下边的位置了，就是一进门那个挑空那个地方。然后楼梯呢是1分为2，我们先来看一下右手边。右手边这里呢是一个隐私性很好的一个地方，正对的这块呢是一个衣帽间。哇，这个房子我没进来过啊。这边转过来之后呢，这是一个卫生间，这么大，好家伙，赶上卧室了都快。出来之后，这就是相当于主卧室了吧，应该毛坯的主卧室，大家看看啊，现在看不出来，我去，里边还有一个房间呢。这个可以做成书房，我觉得啊，这个可以做成书房的，将来写字可以放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是楼梯的右侧，我们现在上楼梯的左侧去看看，楼梯的左侧这边是什么样子。哦，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卧室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要比那个大很多的，而且在这个房间里面，它还带着一个露台，露台是可以出到外边的，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门，我现在不能出去啊，我现在不出去。哇，这个房间里边还有空间，这个地方是这个可以做成衣帽间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做成衣帽间，你将来也可以做成休闲厅的。那转过来这个地方是洗衣房，你可以把它弄成一个洗衣房，放个洗衣机之类的，对吧？完全没有问题。那转过来这个里边还是带着一个卫生间，哇塞，这个卫生间更大啊！你们看看这种大别墅，王哥说500万，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啊，因为这么大的一个花园，加上这么大的一个房子，应该是在北京又挨得这么近。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内容也就快结束了啊。总的来说，大哥的这个别墅还是挺不错的，里边的格局也是很受用，要是装修好的话，那就更有气质了。但我唯一觉得不好的就是它在北京跟河北的这个交界处啊。但是换句话回来又说，如果说放在北京城里的话，那这种大别墅带着1亩多的花园，那不得个几千个出头啊！但是现在呢，大哥要把它弄出去，赶上了这个市场不好，你说现在谁能一下子拿出几百个？就算想出手，他也得有人能接得住啊！大小也是几百个这么个数字呢，一般人的话估计很难一下子把它拿出来的。